注意看，这辆奔驰只是随意的一次变道，却是不偏不倚，刚好卡住了2架直升机的视角。你一定认为这只是巧合，可当2架直升机不断调换角度，地面部队变成无头苍蝇之时，老哥却是觉得难度不够，主动现身，和阿 Sir 再战300个回合。那这次他还能走掉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爱看热闹的直升机才刚赶到现场，就看见一位阿 Sir 和一架警用直升机正在追捕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。虽然暂时不知道这老哥闯了什么祸，但既然来了就跟着飞准没错。毕竟最近洛圣都很久没有大佬出没，难得看到一个能跑的家伙，当然不能错过。只是希望老哥的实力不要太弱。从老哥的举动可以看出来，虽然他的车速很快，但他并不盲目，仿佛一切都胸有成竹，像计算好的一样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老哥都没有换过方向，这说明他的目标非常明确。此时更是打开色盲模式，强行通过路口。好家伙，这一下非常惊险，要是慢半拍，恐怕就会被 NPC 给当场送走。来了，是失传已久的熄灯战术，老哥直接化身为黑夜战神。尽管老哥驾驶的是一辆白色轿车，但在没有光线的时候，依旧是能和黑夜融为一体。而在关灯之后，老哥的车速明显比刚才更快。飞机的测速显示，老哥的时速已经达到了190公里。好家伙，这种车速不开灯，还能在这么密集的车流之中左右穿梭，这老哥的实力简直是恐怖如斯。既然如此，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许久不见的7星大佬，难怪能有如此恐怖的车技。这辆奔驰在他手上一路丝滑超车，却是显得如此优雅。一路跑下来，车速虽快，却并没有给人一种急躁的感觉。相比较6星大佬暴躁的千篇一律，这7星大佬个个都是别具一格。此时老哥顺着匝道消失不见，但作为本地人的直升机却是非常有经验。众所周知，老哥不会突然下高速，既然下来了，那肯定是有所计划。本以为老哥会趁着摆脱阿 Sir 消失在某个桥底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就这样正常行驶，居然刚好卡住了2架直升机的视线。这巧合简直不要来得太突然。飞得更低的警用直升机连忙调整角度，但还是慢了一拍。当直升机绕过来时，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了老哥的踪影，这跟得好好的人居然就这样水灵灵的消失了。通过卫星我们可以看到，老哥所消失的地方是一座名叫贝尔南湾的公寓，他所行驶的这个方向并没有停车场的出入口，只有一个行人的进出口。而我们换个方向来到这座公寓的另一边，赫然看见这后面有一座巨大的停车场，所以老哥绝对是在这个路口左转。有了眉目的直升机立刻呼叫队友。2分钟后，一队阿 Sir 已经集结成功，他们守住路口，扩大了搜索的范围。与此同时，还不断的有队友正赶往现场，看样子准备将这栋楼翻个底朝天。而刚才跑错方向的直升机，此刻也已经飞了回来。现在陆空都已经准备就绪，定要叫这老哥插翅难飞。然而，就当阿 Sir 们大张旗鼓准备大干一场时，却是得到了公寓保安的消息。这辆白色的奔驰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，而是在放下2个人后，就朝着东边的高速去了。这一下让阿 Sir 们直接开启了大海捞针模式。在这硕大的洛杉矶，想要找一辆车，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就是1星老哥自己瞎溜达，晃到了阿 Sir 脸上，而第2种就是老哥没有玩够，同样去到阿 Sir 脸上，想要开启第2个回合。而就在老哥消失后的第5分钟里，地面部队有了收获，他们在这同一条高速上发现了老哥，明明已经消息，却又回到同一条高速，答案已经显而易见。眼看多位阿 Sir 已经匹配成功，老哥立刻加速秀起了车技，而其他地面部队听说老哥再次出现，正不断的赶往现场。而此时老哥被2位 NPC 给缠住，从他们的走位就能看出来，他们在很刻意的挡住老哥的路。好在老哥走位灵活，才得以突围。有时候 NPC 比阿 Sir 更加难缠，毕竟阿 Sir 是明枪，在看得见的地方，而 NPC 则是暗箭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给你来一下子。有时莫名其妙的一脚刹车就够老哥喝一壶的了。此时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身后的这位阿 Sir 跟得相当紧，他全程模仿老哥的跑法，学习老哥的超车线路，2人在车流里
面左右穿梭，如同游龙一般。这样跑下去，老哥只怕是要把自己玩脱了。此时前方路口出现一大波车流，眼看就要无路可走之时，老哥却是在瞬间就判断出了超车线路。跟在身后的一队阿 sa 纷纷模仿，有种武林宗师开山立派，带着一众弟子练功的即视感。而眼看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，老哥立刻转弯进了一条更窄的路。这条路上的路口极多，老哥直接打开色盲模式，油门焊死，车速之快堪比武汉降温的速度。所以晚上睡觉必须裹上神器小鹿泡芙杯 Pro， 软乎蓬松，翻身也轻松。Pro 版保暖加倍，也更吸湿更透气。我这条才188，今年这儿最便宜，还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。小鹿的3层隔离设计，用上下2层软红外发热面料生成暖意，中间的超细纤维和3维立体结构负责锁温。我盖一整晚都很暖和，像开了暖气，旧棉被沉重压身，盖上手脚冰凉，时间久还会有味发黄。马上小鹿升级吸湿纤维和莱塞尔纤维，蓬松透气，排出水汽，爱出汗的阿 sa 也不用再受气。7A 级的抗菌 A 类面料，加了控敏抗菌纤维，洗完澡就是一个贴贴，不用担心跑棉，因为内芯有行缝固定，用洗衣机滚也很平整。需要的兄弟根据你那的温度选择厚度和尺寸，4季款和加厚款全都有。双11叠加优惠券，到手全年底价送运险，2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，快冲！这一对阿 sa 比得7星大佬都拼起了8字，而这个效果也是立竿见影。身后的一对阿 sa 碍于红绿灯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跟上来。已经玩够的老哥也不再手下留情，让他们见识一下7星大佬的实力。眼看身后的阿 sa 已经全部跟丢，老哥使出了最后一招。作为本地人，老哥不仅对地形非常清楚，对于空域的管制也是了如指掌。直升机之所以一直隔这么远拍，就是因为前方禁飞，无法靠近。而此时老哥所行驶的方向将会和直升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。好家伙，这7星大佬的最后一招居然是冲直升机来的，这让直升机连忙把老哥最新的坐标汇报给了地面部队。而此时上了高速的老哥再次施展出他丝滑无比的车技。对于老哥来说，在这条高速上一个能打的也没有，感觉不到难度的他再次关掉了车灯。这不仅让地面部队对他毫无招架之力，就连直升机也只能目送他渐行渐远。别说直升机还能看见老哥，但他至少已经被甩到了5公里开外。大家还别不信，节目的最后让大家看一下直升机和老哥的距离。但此时老哥仍旧不满意，他还在想办法让直升机彻底看不见自己。在和地面部队建立起了绝对优势后，老哥再次选择下高速，利用这一片房屋来做掩护。这7星大佬心思细腻的程度简直不要太恐怖。而尽管直升机经验丰富，完全预判了老哥的去处，但不能靠近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目送老哥消失在夜幕。这位老哥凭借实力梅开2度，让这场匹配以阿 sa 全然跟丢而结束。直到彻底看不见了老哥，直升机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不争气的地面部队，刚才还能和老哥战得有来有回，此刻至少已经落后了3分多钟，加上没有直升机指引方向，老哥最终消息已成必然。就这样，7星大佬在多架直升机和多辆地面部队的围剿下2进2出，最后全身而退，用实力向阿 sa 证明了什么叫做有时候不努力一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最后以阿 sa 的氛围灯作为参照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直升机和他们的距离究竟有多远。